好，接下来特别看到在东南亚这边战事真的是一触即发，尤其是泰检的大战已经进入到第2周了，完全都没有任何降温的一个迹象。这一次泰国直接祭出他的 F-16来轰炸柬埔寨的最前线，包括他也在泰国的沿海的5县市都开始做宵禁来备战，甚至他们的总理这个时候也煽动起了这种民族主义，有人说这个农民都要一起的来上战场了，大家都支持跟柬埔寨继续的打下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一起泰检之间的火爆冲突已经全面的升级，即使有国际的协调来斡旋，双方仍然是持续的交火。先来看到泰国国防部最新消息，他说柬埔寨方面军方13日趁着深夜的时候，不断的攻击泰检之间的边界，包括了无人机直接就侵入到了泰国上面的领空，迫使我们泰方展开了报复行动。那么泰国是出动了什么呢？是在13号的深夜，泰国直接出动了他的2架 F-16战机来轰炸柬埔寨的前线，还包括了在边境的饭店，甚至2座是可以运送武器的桥梁都被泰国给炸毁了。除了在空中，我们看到地面部队随后也一起推进到了边界，包括了多辆的这个战车直轰波贝市一座赌场，整个赌场都遭到了摧毁。这时候泰国也宣布了进入紧急的备战状态，包括东南部它的这个施达勒府的5个县直接开始实施宵禁，并且正式的宣布要封锁泰国湾，把这一些可以运往柬埔寨的，不管是石油或者军事物资，全部都给阻断拦下来。而泰国更在边境这边查获到了，来自于柬埔寨士兵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说清楚的记载了超过36处的地雷埋设的坐标，还有完整的地雷的图片等等。局势如此的紧张升温之际，这个时候川普赶快出来介入了。最新他和泰国的总理阿努廷通话之后，川普就立刻在他的社群上面这样写，他说通完话之后，我将先前发生的这起地雷爆炸定调为一场意外。川普还说这个泰检现在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话才刚说完，没有想到泰国总理立刻打脸川普。他强调呢，有关于这一起地雷爆炸完全不是意外。他还说了，接下来会继续的打下去，要让柬埔寨完全的去军事化。这场冲突至今已经造成了数字还在持续的统计上升当中，至少200人死亡受伤，4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注意到了在战场中这一次打战一名怀胎4个月的柬埔寨女兵在作战中还因此殉职。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吕舰长怎么看的这一起泰检的冲突规模，战事是否在扩大？泰国这时候封锁柬埔寨，而且做宵禁备战，是否已经走到临界点？舰长怎么看？的确是上一次也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泰检的这些冲突的时候，其实泰国并没有全面的进入备战，而且还对于南部的5个县实施宵禁。现在更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封锁这个泰国湾。我们来看一下泰国湾实际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可以封锁到整个柬埔寨的部分，不过那也是痴人说梦为什么？因为比较接近南海的是柬埔寨，而不是泰国那而且这个油呢，它只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之后，其实它是挡不住这一个柬埔寨的。但是呢，我们这样讲说这个泰国它的海军的实力其实是远超过柬埔寨的。这是我们看到，虽然它有航空母舰，但是它的航空母舰现在没有舰载机它的舰载机全部都是直升机。那但是呢，它有新一代的这种巡防舰。那如果说对比这个柬埔寨的话，柬埔寨没有这个实力，柬埔寨全部通通都是这一种我不能讲小破旧那但是呢，真的是吨位只有245吨、250吨的这些小艇根本不是对手。那如果说回到原来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其实就是为了钱打起来。为了钱，大家不愿意讲而已。大家一直在讲的是什么？讲的都就是这个在泰检边境上的一个扁担山脉上的
博威下士啊。那这个博威下士其实它是西元889年的一个湿婆神庙。那我请教一下，你泰国是拜湿婆神吗？不是吧？那为什么你要对于这个地方这么重视？开玩笑，他一定说我寸土不让。可是大部分的观光客都是从泰国这一侧过去的。那泰国更想把它的边界从原来的它只有这个我们讲到的博威下士的一角，再继续往东推。可是往东推，开玩笑了，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你的东进就是我的西退啊，所以也绝对不让。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柬埔寨跟泰国的这个实力这么悬殊之下，他为什么实际要打？真正的寸土不让的是柬埔寨。但是呢，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大家都有不可以输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对于柬埔寨来讲，洪马内他是父亲扶植的第2代，不能输。那至于说阿努廷来讲，他要全面改选国会，那他也是要来竞选的，那他怎么能输呢？当然，两边争执不下，川普出来求和，那当然盘点最后就是我的泰国最主要是观光收益，更不怕你美国立刻打脸。是，确实哦。现在所以因为这一起事件，泰国政治也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尤其阿努廷现在压力很大，但是也因为这个压力哦，包括因为现在整个内部哦，人民也非常的支持政府继续的打下去，所以呢，泰国内部说现在掀起了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刚好就是很适合，很对于现在的保守派阿努廷是非常的有利的，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当中。那阿努廷他是现在泰国的总理之外，他是2012年重返政坛的，领导了泰自豪党。那他的优势就是他可以结合包括了地方的派系，还有这种结盟保守的精英，所以他在泰国内部迅速的做大，而且这个被这个分析形容他是政治的变色龙，他可以擅长动员民意，又可以展现对于皇室的效忠。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带领泰国又走向战场呢？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民可能会跟随他起义。杨老师怎么看？阿努廷是在疫情期间呢，整个在泰国负责疫情处理的官员，他是当时的公共卫生部长，他也做过内政部长，所以他个人是比较就是在官僚跟政策层面受到肯定。可是他参加的那个泰自豪党啊，是唯一的一个把民粹主义写进党纲的这个泰自豪党。但泰自豪党大概是排名第3大党。大概目前拥有70席的这个议员，那另外2个党呢，维泰党，那就是塔信所创建的。那贝东丹在8月份下来的时候呢，阿努廷上来。那阿努廷上来的时候，他就承诺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因为人民党支持他才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人民党第1大，那人民党大概有143，那贝东丹的维泰党大概140。所以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他现在就宣布了。那刚好又碰到就是边境冲突、领土的争议。上一次才5月份的时候才跟柬埔寨打了一仗，那可是呢，现在又在起，川普再打电话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要选举了，谁敢退？哪一个党敢退？要退的时候，你会不会被这个保守派或者是被人民这个谴责？然后呢，军人背后的这个影响力，泰王背后的影响力。没有人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泰柬的冲突上敢说要和平。为什么？因为上次的贝东山说要和平啊，结果8月份他就被解职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45天到60天之后要重新举行选举，大概1月中到2月中，泰国要举行新的这个选举，到底谁会赢？是维泰党还是人民党？人民党现在有机会回来，因为人民党之前叫前进党。就他在2024年8月的时候被宪法法庭解散，为什么？因为他支持要去修改那个就是藐视王室的这个条款，那是宪法第112条。因为这个东西他被要求解散，可是他又重新这个不见得改头换面了哈，但是呢换一个名字叫人民党。所以接下来是人民党跟泰自豪党可能会结合，也就是阿努廷跟人民党之间的结合哈。可能会回到泰国的这个政权，那因此呢，这个边境的冲突要继续坚持下去。反正
泰国的军力是比较大嘛，是不会输的。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阿努廷他其实声势正旺，他甚至还喊出说要去柬埔寨的军事化。看起来这场泰柬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吗？那美国斡旋是不是接下来就会失效了？委员怎么看？不能说失效了，因为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面对泰国跟柬埔寨这两国的冲突哦，都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啊。对，而且正像杨教授讲的，两边都有在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啊，柬埔寨也有啊，然后这个泰国也有啊，所以啊，因为内政延伸出来的有打仗的需要，那大家放心说，这种战争打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比较讨厌这种战争会拖很久啊，因为大家都是利用战争在建立或者巩固国内的声望嘛。你说阿努廷。他现在怎么能退啊？对不对？他当然喊口号喊得很大哈，但是实际动作他自己也知道哈，因为这种打下去对泰国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喊大声一点，为了泰国的光荣啊，这一次要把柬埔寨给打服下去啊，这种话每个人都会讲啊。那洪森啊，也不遑多让，洪森是越老越糊涂的一个人啊，没事干去把那个泰国里面最亲柬埔寨的贝东塔给拉下来了，他现在自己还是收拾烂摊子啊。现在本来刚才那个杨教授讲对，还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主张，现在都没了。泰国现在是人人都是上武重战，看怎么办？对，那洪森现在自己应付他内部也要去鼓励啊，也不能示弱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带领的柬埔寨从慌乱中从那个波塔政权里面脱胎出来的，他本讲他功劳很大，可是真的要打仗的话，我们小先生讲对，两边实力差太远，他会被泰国碾压啊。光他的1年度的军费，泰国是他的25倍啊。所以光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怎么打，可不可能打。可是问题不可能打的话，他也不能喊得太小声啊，所以两方面都在那边作妖，我们就慢慢看戏吧。如果说哪一天泰国真的是想要好好揍他一顿的话，也不会有占领领土的问题啦，不会占领领土就比较大，但是把对方揍一下赶快跑是打是会的。揍一下赶快跑。对，好，谢谢委员。